大家好，很高兴你们来了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中文里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不是你完全听不懂，而是你明明听懂了，也看懂了每一个字，却还是不知道那句话真正是什么意思。每个字都认识，每个词好像都明白，可是放在一起，你突然不确定了。这种感觉比完全听不懂还要让人不安。完全听不懂的时候，我可以直接说，我听不懂，请你再说一遍。可是每个字都听懂的时候，我反而不好意思再问，我怕对方觉得奇怪，这么简单的话，你怎么还不懂？所以很多时候，我只能先点点头，假装自己明白了，然后在心里慢慢想，他刚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有一次，我和一个中国朋友一起写作业，我遇到一个不会的题，盯着本子看了很久。朋友抬头看见我皱着眉，就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可以问我。”那句话说得很快，声音也很轻。我明明听见了，可是大脑突然停了一下，因为我听成了你可以吻我。那一秒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脸一下子就热了。我低着头，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心里乱乱的。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我们只是朋友啊。过了好几秒，我才慢慢反应过来，他说的是问我，不是吻我，只是一个声音的差别，意思却差得太远了。我在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可是又觉得有点好笑，还有一点难过。这么短的一句话，我怎么也能听错？我学了这么久中文，怎么连这么简单的声音都分不清？那天以后，我练了很多遍这两个词，我告诉自己，下次一定不能再听错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宿舍里看书，室友一边收拾书包，一边随口说：“我想买书，下午和我一起去书店吗？”我当时正在翻书，没有抬头，听见的是卖书。我一下子抬起头，很惊讶地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卖书？这些书不是刚买的吗？”室友愣了一下，然后笑出了声。他说：“不是卖书，是买书。我想去买几本新的书。”我听完以后，脸又红了。原来只是声调不一样，意思就完全反过来了。一个小小的声音变化，就能让整句话走到相反的方向。那天我笑了很久，可是笑完以后，心里又有一点没底。真实的对话太快了，不像课本里的录音，会慢慢说，还会重复。日常说话的时候，大家一句接一句，根本没有时间让我慢慢想，这个词是哪一个声调，是这个字还是那个字。我本来以为只要我多练听力，分清每个字的发音和声调，就不会再有这种问题。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声音只是第一层，真正难的是那些每个字都认识，每个词都懂，可你就是拿不准真正意思的话。那些话字面上很简单，可是藏在字后面的东西比生词还难。我第一次听到多大点事儿，没事儿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特别疑惑。那时候我刚到中国不久，在朋友家里做客，我端杯子的时候手滑了，半杯水洒在桌子上，还弄湿了朋友的本子。
我当时特别紧张，赶紧拿纸去擦，一边擦一边不停地说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朋友会生气，或者至少会有一点不高兴，可是朋友只是摆摆手，笑着说，哎呀，多大点事，没事。我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有点懵。我看着桌子上的水，看着湿了一角的本子，心里想，明明发生了事情，怎么会没事呢？多大点事？是说这件事很小吗？还是说我不用放在心上？没事，是真的完全没有关系，还是只是在安慰我？每个字我都懂，可是连在一起，我突然不确定了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这句话很多时候不是在认真讨论事情有多大，它是在安慰你，它更像是在说，别太担心，真的没有关系。可是问题也在这里，中文里有些话，字面上很简单，真正听懂却不容易。比如没事，有时候它是真的没事，有时候它是别人不想让你有压力，还有时候它可能只是对方不想把话说得太重。有一次，我本来答应帮一个朋友做一件小事，可是那天我有点忙，消息也回得晚了。等我终于打开手机，看到他发来一句，算了，不麻烦你了。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。算了，我懂。不麻烦你了，我也懂。可是我看着这句话，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。如果只看字面意思，它好像很简单。他说不用麻烦我了，那我就可以不用做了。可是我心里又觉得不太对。这个算了，是真的算了，还是有一点失望？这个不麻烦你了，是真的不想麻烦我，还是因为我回得太晚，他已经等不及，自己去拿了？这句话看起来很客气，很有礼貌，可是我读着读着，总觉得有一点距离感。那一刻，我对着手机的输入框，半天打不出一个字。我应该直接回好的吗？可是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一点都不在乎？我应该解释很多吗？可是会不会越解释越像借口？我应该说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去帮你拿吗？可是他已经说不麻烦你了，我再坚持的话，会不会让他觉得很别扭？明明只是一句很短的话，可是我像站在一个路口，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那天我才明白，中文最难的地方，有时候不是长句子，也不是难的词，最难的是这种短短的，看起来很简单的话。长句子虽然难，可是你可以慢慢拆，可以查词，可以看语法。可是短句子不一样，短句子字很少，可是留下的空白很多。那片空白里藏着语气，藏着心情，藏着两个人的关系，也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。以前我一直以为学中文就是学单词，学语法，只要我把每个词都翻译成我自己的语言，就能听懂每一句话。可是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。听别人说话的时候，我常常听到第一个字，就急着在脑子里翻译。听到第二个字，又接着翻。如果中间出现一个不熟悉的词，我的大脑一下子就停住了。等我终于想起那个词是什么意思，后面的话已经说完了。更让我难过的是，有些时候我真的把每个词都翻译出来了，
每个词都懂，可是我还是没懂整句话，因为真实的对话不只是词和词拼在一起，它有快有慢，有高有低，有停顿，有语气，还有说话的人没有直接说出来的心情。如果我一直站在翻译的后面，一个词一个词的抠，就永远慢半拍。等我把一句话翻译完，对方的情绪已经过去了，对话也已经走到下一个地方了。真实的中文不是课本里的单词表，不是试卷上的句子，它在生活里，在人和人的关系里，在说话的语气里，很多时候，一个人说出来的话只是一半，还有一半藏在他说话的样子里，藏在你们之前发生过的事情里，也藏在他没有说出口的心里。我后来慢慢发现，中文里越短的话，有时候越难懂。比如行，有时候是真的可以，有时候是我不想再说了。比如好吧，有时候是真的接受，有时候是勉强接受。比如随便，有时候是真的随便，有时候是你最好不要真的随便选。比如下次吧，有时候是真的想下次再去，有时候是很委婉的拒绝。这些话字都很简单，都是很基础的词，可是要听懂真正的意思，比背10个生词还要难。因为你不是只在理解一句话，你也在理解一个人的心情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很苦恼，我很想给每一句中文都找到一个准确的意思，一个固定的答案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很多话没有固定答案，不是中文不清楚，是人本来就不会把心里所有的话都说出来。语言不是机器，不是输入几个字就出现一个固定结果。语言是人说出来的，人会犹豫，会客气，会照顾别人的感受，也会把一点点失望藏在一句很轻的话里。想明白这件事以后，我听中文的时候，开始慢慢换一种方式。我不再只问自己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会问自己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心情是什么样的？他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他说完之后，有没有停一下？他的声音是高的还是低的？他这句话是在说一件事，还是在说自己的心情？还有一点，是我后来才慢慢明白的，真正让我紧张的，常常不是一句话本身，而是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应。听不懂的时候，我可以请对方再说一遍，可是这种每个字都懂，意思却不确定的时刻，我反而更怕开口。因为我怕自己一开口，就把关系里的那一点微妙感觉弄错了。比如别人说算了，我如果太轻松地回答好，好像我真的没有在意。可是如果我解释太多，又好像我在为自己找理由。原来学中文不只是学会听，也是在学会回应。你听到一句话之后，怎么接下一句？怎么让对方知道你理解了他的心情？这也是语言的一部分。后来我慢慢觉得，听懂中文好像有3个不一样的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听懂声音，你要分清每个字的声调，分清听起来很像的词。第二个层次是听懂每个词，你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，也能大概明白句子说的是什么事。可是还有第3个层次，就是听懂这句话在这个时候
这个地方真正的意思。很多时候，我卡住的不是第一层，也不是第二层，我卡住的是第三层。这一层最难，也最真实，因为它不只是和语言有关，也和人有关。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轻松还是勉强？是客气还是疏远？是在安慰你，还是不想再聊下去了？这些东西课本里不一定会告诉你，词典里也不一定能查到，你只能在一次一次真实的对话里慢慢听，慢慢感觉。当然，这也不是说我们要把每一句中文都想得很复杂，不是每一个都有藏着的意思，也不是每一句随便都要小心猜。生活不是侦探故事，聊天也不是考试，大部分时候，大家说的话就是字面的意思。可是当你学中文学到一定程度，你肯定会遇到这样的时刻，字面意思很清楚，可是你总觉得好像还有别的意思。那一刻不用怀疑自己，也不用觉得自己中文差，这不是你学的不好，反而是说明你学得更深了。后来我又想起那天的算了，不麻烦你了。如果换成现在的我不会只说一句对不起，我会很认真地回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上课手机静音了，回晚了，如果你还需要，我现在就去图书馆帮你拿。这句话也很简单，没有难的词，可是他说清楚了原因，也表达了我的态度。我想告诉对方，我不是没看见你的消息，也不是不在乎你的事，我听到了你的话，也在认真回应你。所以我常常觉得，学中文学到某个阶段，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。一开始，我们努力听清每个声音，后来我们努力听懂每个词，再后来我们努力读懂每句话。可是再往后走一点，你会发现，真正要听懂的其实是人。我们想听懂别人为什么这么说，想听懂一句话里的温度，想听懂一个短短的词后面那一点点没有说出来的心情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听懂了每个字，却没听懂这句话，并不是失败。相反，它可能说明你已经走到更真实的中文里了。因为只有当你认识了所有的字，你才会开始注意字之外的东西。只有当你不再只是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，你才会开始听见声调、语气、关系和情绪。这个过程当然会让人不安，会让人疑惑，可是它也说明你正在靠近真正的语言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有过这种感觉，明明每个字都听懂了，明明每个词都认识，却还是不知道那句话真正是什么意思，不要马上觉得自己很差，不要马上说我中文不好。也许不是你中文太差，也许你只是开始进入真实的中文了。真实的中文不只在字里，它也在声音里，在声调里，在语气里，在人和人的关系里，也在一个人没有直接说出来的地方。你不是只在学习中文的字，你也在慢慢学习怎么听懂中文里的人。也许有一天，你在听到一句很简单的话，不会立刻慌张，你会停一下，想一想，然后更自然地回答。那一刻，你听懂的就不只是每一个字，
而是那句话背后的人。中文也不再只是纸上的字，耳边的声音，而会变成一个真实的人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轻轻地和你说话。